在岛国家庭中，女性没有任何地位，只是因为忘记放进冰箱，水果坏了，却招来丈夫的怒气，但是不禁大声指责丈夫，竟要她吃掉烂水果。女人难以置信，下一刻丈夫就变了脸色，动起手拿着烂水果就喂她吃。女人的惨叫声掩盖本该祥和的圣诞节，可在第二天，丈夫却意外地跪在妻子面前，可怜的样子恳求她的原谅，并发誓不会再次发生这种事情。这一刻，她表现的自己才是受害者，但加奈子的眼中充满了恐惧，害怕丈夫会突然再次动手。尽管如此，她还是原谅了他。她将丈夫的行为归咎于工作的压力，只要她熬过丈夫职位晋升期间，一切都会好起来。但在接下来的日子里，为自己的天真付出了代价。早饭不合胃口要挨打，衣服没熨好要挨打，洗澡水放得太热，丈夫甚至会将她按进水里。当加奈子描述这些事情时，她的手颤抖不止。在倾听的直美充满了愤怒。作为加奈子最好的朋友，愤恨的她为自己太晚才意识到而感到懊悔。原来在外人面前，丈夫对外表现得沉着冷静，对加奈子怀着爱意。今天直美来到家里做客，聊天时，直美开玩笑地轻轻推了一下加奈子，就十分痛苦地倒在地上。她声称之前不小心撞到了柜子，但当她看到满地的水果时，加奈子的目光却停留在丈夫身上，身体不受控制地颤抖着。这种奇怪的表现都被直美看在眼里，她觉得这对夫妻似乎并没有表面那么混乱。由于担心加奈子会受到丈夫的胁迫，她并没有声张，而是趁丈夫去上班的时候，再次来到加奈子家里。加奈子说自己得了流感，怕传染给直美，可慌张的样子让直美意识到不对。看着加奈子脸上的淤青，直美问是不是你丈夫打的？胆怯的加奈子却坚持说是自己不小心撞的。这当然骗不了细心的直美。她发现家里的壁画移动了位置，走过去拿开后，一个被撞出来的大洞说明了一切。在直美焦急的追问下，加奈子无奈将真相说了出来。男人向妻子承诺昨晚是最后一次家暴，尽管已数不清这是他的第几次承诺，天真的加奈子还是选择相信。可仅仅只过了2天，下班后的男人想要亲热，由于上次家暴的阴影还没散去，加奈子有些不情愿，没想到却再次激怒了男人。看着墙上撞出的大洞，闺蜜心疼的让她赶紧离婚。可加奈子却说，丈夫是因为升职压力太大才会这样。她恳请直美给丈夫介绍一些客户，等丈夫顺利升了职，暴躁的情绪自然会烟消云散。直美眼看劝说无果，也只能按照她的方法试试看。隔天，直美来到达浪工作的银行，想为他介绍一些大客户。可当她看到达浪包扎的右手时，直美心里不由自主地泛起一阵寒。最后，她还是放弃了自己的想法。就算帮助达浪升了职，也改变不了他家暴的本性。之所以这么肯定，是因为他的父亲就是一个家暴男，只因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就对母亲大打出手。年幼的直美每次只能带着妹妹躲进衣柜，父亲的咒骂和母亲的求饶成了她的童年阴影。所以当她得知加奈子也饱受家暴摧残时，才会这么迫切的想要救她于水火。奈何加奈子执迷不悟，郁闷的她只好跟客户倾诉。她问客户，如果是中国女人遭遇家暴会怎么处理？这番话仿佛点醒了之怒，她再次找到加奈子。此时的加奈子显得无比狼狈，直美让她不要再相信丈夫的誓言。可加奈子已经被丈夫彻底打趴，她根本不敢报警或者离婚，因为那样只会被丈夫打得更惨。直美听后提议带她一起逃跑，她总不至于追到国外。但加奈子却直接否定了直美的想法，因为那样的话，自己的家人肯定会遭到报应。眼看各种方法都行不通，直美想起了客户说过的话，随后心里萌生出一个大胆的想法，女人恳求丈夫别再打她了，就当是她的生日愿望。丈夫听后缓缓拉起女人的手，郑重承诺今后不会再打她了，并且诚恳地向女人道歉。女人流下了感动的泪水。结果下一秒，两人刚吃完饭回家，只因丈夫跟邻居寒暄时，妻子插了句嘴，结果刚一进门就被丈夫拽着头发扔进了阳台。无论女人怎么求饶，丈夫都不让她进来。外面狂风暴雨，女人无助地瘫在地上。原来刚才信誓旦旦的道歉只是信口开河，她只好紧咬牙关熬过了一夜。第二天，等丈夫打开阳台门的时候，女人面色惨白，几乎快要晕厥，但她还是趴在地上跟丈夫道歉。丈夫则是一脸冷漠地说道。经过一整夜的风吹雨淋，女人浑身止不住的颤抖，双手更是不听使唤，但她不敢违背丈夫的意愿。可无论她怎么小心，饱受摧残的身体还是将一颗鸡蛋掉在了地上。她赶紧看向丈夫，还好丈夫没有理会，这才放心的跪在地上收拾。脱离了丈夫的视线后，女人再也克制不住崩溃的情绪，可就算哭泣也不敢发出丝毫声音。
等到丈夫出门上班之后，女人才终于敢松了口气。可她也支撑不住，瘫在了地上，用尽最后的力气给闺蜜打去电话。说完后，女人就昏死过去。再次醒来时，已经被挪到了床上。闺蜜一脸关心地看着她，女人也彻底醒悟过来。一味的忍让只会让丈夫更加变本加厉。闺蜜很欣慰女人能够想通，接下来就是他们反击的时候了。等加奈子休息好后，闺蜜带她去见了一个人。令加奈子惊讶的是，眼前的男人竟跟自己的丈夫长得一模一样。男人名叫小林，是一名偷渡客，同时还有一个因病重、急需医药费的母亲。因为没有护照，很多工作都做不了，只有好心的李社长愿意收留他。而他也正是直美计划中最重要的部队。在加奈子疑惑的询问下，直美将整个计划全盘托出。首先，直美会给在银行工作的丈夫介绍一名客户，由于那名客户患有老年痴呆，直美可以轻易将客户的钱转到加奈子的户头上，伪装成丈夫私吞钱款的假象。然后两人找机会将丈夫杀掉，将尸体藏好后，再让小林伪装成丈夫的身份去加奈子的户头上取钱，之后让小林拿着丈夫的护照出国。那这件事就成了丈夫私吞客户钱款潜逃。银行方面，由于钱款数额并不巨大，为了名誉不受损失，银行不会选择报警处理，而是自己将窟窿堵上。这样一来，加奈子就可以彻底摆脱丈夫的控制。加奈子听后难掩心中的激动，这个女人正在给丈夫挖坟。为了逃离家暴的噩梦，闺蜜和她密谋了一场暗杀计划。如果不出意外，几天后丈夫的尸体将会埋在这里。他们先是找到了跟丈夫长相一样的小明，表示如果你听从我们的安排，你将会得到一大笔钱。这样一来，你重病的母亲就有了着落。而后知美将小林需要做的事情大概说了一下。小林显得有些踌躇，看着眼中含泪的加奈子，小林似是明白了她的遭遇，他答应下来，为了母亲，也为了眼前这个可怜的女人。如今三人已经达成一致，直美率先开始了计划的第一步。她先是以帮忙介绍客户为由，带着搭档来到那名老年痴呆的客户家中。为了能顺利将客户的钱转走，直美以方便今后购物为理由，建议客户开通网上银行。客户对直美很是放心，随即答应下来。与此同时，加奈子也找到了小林的住所。虽然知道眼前这人不是自己的丈夫，可看着那张脸的加奈子还是有些胆怯。好在小林的性格非常温和，这让加奈子的心里稍微缓和一些。随后她让小林先练习丈夫的潜能，可小林早早辍学，连握笔的姿势都很生疏。看着纸上歪歪扭扭的字，加奈子有些失落。晚上闺蜜建议练习签名的同时，也要在衣着发型方面开始模仿，千万不能被别人发现端倪。隔天，加奈子惊讶的发型，小林的字体竟突飞猛进，看上去跟丈夫的签名也有9分相似。正当她纳闷的时候，铺满地面的练习只说明了一切。听到加奈子的肯定，小林很开心。之后，加奈子让她换上西服，看着眼前的小林，加奈子露出了惊恐的表情。小林一步步的走了过来，加奈子只得闭上双眼，脑中无数次家暴的场景闪过。就在她忐忑不安的时候，下一秒小林却为加奈子披上了衣服。虽然她的长相跟丈夫像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，但是性格方面竟天差地别。加奈子按照丈夫的照片帮小林打理头发，一时间气氛竟变得有些尴尬。她只好随便找了个话题岔开。看着小林墙上贴的清单，加奈子好奇地问那是什么。小林表示那些都是自己的愿望，他想治好母亲的病，然后回到祖国，喝着当地酿的白酒，吃着小吃，就是这么普通的生活，也正是加奈子所渴望的。小林这边已经几乎妥当，加奈子和知美驾车来到了挑选的空，拿出工具开始不知疲倦的挖坑。远处升起的夕阳让两人心情大好。加奈子很感谢直美的存在，正是因为直美的勇气和果敢，才让她有了生的希望。殊不知另一边，没有护照的小林却出了状况。为了杀死家暴的丈夫，女人和闺蜜准备进行一场完美谋杀。当一切都按计划进行的时候，计划中最关键的小林却出了问题。由于是一名没有护照的偷渡客，小林已经被警方锁定。加奈子两人从野外挖坑回来，正好看到停了整条街的警车，两人顿感不妙。如果小林被抓，整个计划将会彻底失败。加奈子赶紧给小林打去电话，却提示用户已关机，他只好去小林居住的公寓查看。万幸小林躲过了警察的追捕，因为此时的他深知已经背负了更重要的任务。就当加奈子为此感到庆幸的时候，闺蜜直美打来电话，让加奈子赶紧带小林离开，因为她的住所已经不再安全。随后小林在两人的安排下住进了宾馆，并提醒她最近不要出门。两人担心实则生病，也准备加快计划的实施。两人计划在下周5正式动手，因为每周5的晚上，丈夫都会醉醺醺的回家，然后倒头就睡。
在加奈子的提议下，两人决定等丈夫熟睡时，用绳子将其勒死。距约定日的第6天，直美根据达浪的身高体重去挑选能够装下尸体的箱子。加奈子这边也在挑选结实的绳子，可由于看得太专心，完全没注意到身旁的丈夫。丈夫问她在干嘛，加奈子急中生智，说是在挑选野营弄的绳子。丈夫听后半信半疑地走开。距约定日的第4天，丈夫去了外地出差，为了万无一失，两人决定先进行一次预演。直美按计划走进电梯，却忘记了小区内遍布摄像头的事情。加奈子拿出小区条例，发现摄像头的保存时长只有3周，这对他们来说也还可以接受。之后，两人拿出购买的绳子来到床边，数着32，一起用力。之后拿出了提前购买的袋子，为了能够真实模拟，加奈子还提前购买了与丈夫体重匹配的沙袋。两人将沙袋装好，一路拖到了地下车库，将袋子费力地抬到车上。此刻说明两人的计划完全可行。两人怀着忐忑又紧张的心情，熬到了约定当天。加奈子来到宾馆为小林精心打扮，直美则是以谈工作为由，跟达浪约定中午去一家餐厅吃饭。在达浪离开银行去吃饭的时候，小林则会化身为达浪去银行取钱，让银行的摄像头拍下小林的脸，这样丈夫私吞钱款的证据将会坐实。可计划赶不上变化，直美公司突然让她去京都谈项目，她瞬间感觉大事不妙，赶紧说自己有别的工作。可身旁的男同事却说自己可以代劳，并且要跟她一同去京都的同事正是达浪的姐姐。如果直美继续拒绝的话，等到将达浪杀死后，今天的反常行为必定会引起姐姐的怀疑。没办法，她只能硬着头皮答应下来。然后赶紧给加奈子打去电话。加奈子决定自己去找丈夫吃饭，想尽办法将丈夫拖住，给小林去银行取钱的时间。直美也答应加奈子在今晚动手前自己一定会赶回来。两人约好后，她赶紧来到直美和丈夫约定好的饭店。丈夫果然已经在此等待。看到加奈子后，丈夫一脸疑惑，可丈夫却不愿与她浪费时间，起身就要回银行工作。但加奈子怎能让她回去？因为此时的银行内正有一个跟丈夫一样长相的人。打女人的男人会付出怎样的代价？看了这部剧你就知道了。这个家暴丈夫正在卧室熟睡，门外的妻子已经给他买好棺材。在她和闺蜜的精心谋划下，男人注定活不过这个星期。可等到计划当天，闺蜜那边却意外发生了变故。为了拖住丈夫，加奈子只能硬起头皮，看着周围时刻投来的目光，男人脸色阴沉，却也不好动手，只能在心里暗自发狠。这也是妻子第一次违背丈夫的意愿。此时她的手掌已经在不受控制的颤抖。可为了给小林争取更多的时间，也只能不停地和丈夫聊天。丈夫却显得非常不耐烦，如果不是碍于周围人多，他的拳头早就砸在妻子脸上了。看着对自己极其厌恶的丈夫，加奈子心里不由得想起小明。明明跟丈夫有着一样的长相，可他却那么善良温和。最后加奈子如愿拖住了时间，送走了头也不回的丈夫后，她赶紧来到和小林约定的地方。看到小林如约完成任务，加奈子的心里松了口气，打电话告诉直美一切顺利。直美这边已经和达浪的姐姐杨子来到京都，在跟客户交流的时候，直美却一直心不在焉，暗杀计划已是离弦之箭。如果今晚自己不能如约赶回去的话，她不敢想象得知真相的达浪会如何报复加奈子。眼看时间已经越来越晚，直美借口去洗手间之后掏出手机，眼看离最后一班新干线还有不到2个小时，直美的心里更是焦急。可此时的杨子仿佛意犹未尽，拉着客户就要去第2场。直美听后以担心客户身体为由，建议下次再约。直美的心里松了口气。送客户离开后，直美再次看了眼手表，这番举动也引起了杨子的怀疑。原来白天加奈子打来电话的时候，杨子看到了直美的手机屏幕，可直美和加奈子的对话却显得非常奇怪。此时的直美也顾不得跟他解释，拦下出租车就朝车站赶去。而此时的家里，加奈子早已准备好一切，怀着忐忑的心情等丈夫回来。听着门铃声响起，加奈子调整呼吸，极力保持正常的情绪开门。丈夫虽然已经喝醉，但也没忘记蓝天妻子违逆他的事情。等他呼呼大睡之后，石梅也终于赶了回来，看着加奈子淤青的眼眶，显然是丈夫刚才的杰作，而这也更加坚定了两人的杀心。可就算两人之前已做足了准备，等到真正实施的时候，紧张的情绪还是溢于言表。两人蹑手蹑脚走进房间，看着床上熟睡的男人，他们不敢发出丝毫声音。取出绳子后，两人几乎是屏着呼吸，将它套在了丈夫脖子上。此时的丈夫却不知自己的生命即将走到终点，两人分别握紧绳子两端，口中开始轻轻倒数。这个家暴男刚打完老婆，而后竟毫无愧疚地倒头就睡。
殊不知妻子已准备将他置于死地。将绳子套好后，妻子和闺蜜齐声倒数。可就在这时，丈夫的手机响了起来，两人被突如其来的辩护惊呆，丈夫也迷迷糊糊地睁开了眼睛。刚察觉到不对劲，两人一声令下，将绳子拉紧，任凭丈夫在床上拼命挣扎，两个女人也没有丝毫手软。眼看丈夫渐渐没了呼吸，加奈子却提醒直美不要松，仅两人用尽力气，足足勒了3分钟，直到确定丈夫死透了之后，才敢放手。冷静下来的两人赶紧将尸体装进袋子，按照之前演习过的顺序，将丈夫拖到车内，随后驾车一路向野外赶去。来到事先挖好的大坑旁，看着男人僵硬的尸体，平日里坚强的直美竟有些接受不了。反观加奈子却异常平静，常年被丈夫家暴的压抑生活，终于在这一刻得到了解放。她没有胆怯，反而有一种说不出的轻松。两人将大坑填平后，又将落叶均匀地撒满地面，直到看不出任何异样。不知不觉天已经大亮，两人赶回家里。虽说这一切还未结束，但直美已经忍不住替加奈夫感到高兴。两人稍作休息后，重新出门，来到约定的地点，跟小林碰头后，接下来只要顺利将小林送出国，这场完美犯罪就可以顺利入伍。到达机场后，小林细心地听着两人最后的叮嘱，尽管已经做好了心理准备，可听到知美的这番话，小林还是难掩失落的表情。经过这段时间的相处，他似乎已经对加奈子暗生情愫，可他还是掐灭了心中不切实际的幻想。看着小林一步步离去，加奈子也忍不住追了上去，两人对着彼此深深鞠躬，这其中包含了太多的情谊。加奈子心中也很是惆怅，这个男人的温柔和善良已深深打动了她，可为了大家都能安全不再见面，就是对彼此最好的眷顾。为了庆祝加奈子劫后余生，两人出去好好庆祝了一番。加奈子也睡了一个从未有过的安稳觉，但事情也并未完全结束，接下来就是考验两人演技的时候。首先给她打来电话的是丈夫的同事，询问丈夫为什么没来上班。加奈子早已想好了说辞，一问三不知就推脱了过去。可接下来婆婆却直接登门到访，试问达浪去了哪里？加奈子委屈地表示自己也不知道，丈夫周六上午出门后就再没回来。三两句将婆婆送走后，银行也查到了丈夫私吞客户钱款的事情。就当一切都在往预期的方向发展时，杨子的到来却让加奈子彻底慌了神。妻子终于杀死了家暴的丈夫，周密的部署本以为可以瞒天过海，可丈夫姐姐的到来让女人仿佛置身鬓角。原来在丈夫被害的那天晚上，曾给姐姐打去过电话。加奈子看着杨子递过来的手机，紧张的表情难以掩饰，原来只是虚惊一场，丈夫口中的被杀只是另外一层意思。可加奈子慌张的表情都已被杨子看在眼里，原来她始终觉得达浪的失踪并不简单。从达浪同事的口中得知，达浪在工作中一向谨慎，而且马上就要升职，前途一片大好的他，又怎会为了贪图为数不多的崩溃而断送了自己的人生呢？可就算他再怎么怀疑，没有证据也是无济于事。隔天，银行召集了达浪的家人，将丈夫偷取客户钱财的照片拿了出来。达浪的母亲看着照片，一眼就认出这不是自己的儿子，虽然长得一模一样，可身为母亲绝对不会认同。虽然言之凿凿，但所有人都认为他只是无法接受现实。大量证据摆在眼前，银行方面也认定达浪是携款潜逃。听到这个结果的加奈子悄悄松了口气。为了庆祝自己摆脱噩梦，她约上直美一起出去旅游，丝毫没察觉杨子依旧在虎视眈眈。就在两人旅游归来时，被站在楼下的姐姐堵了个正着。经过她的一番调查，她还是不认同达浪潜逃的这个结果。反复琢磨之后，杨子想到了一个关键性的证据。两人听到杨子的话，顿时紧张起来。可为了不被怀疑，两人只能硬着头皮陪杨子来到保安室。看着去调取监控的保安，两人的心已经提到了嗓子眼。不过万幸的是，由于杨子没有搜查权限，保安无法为他调取录像。加奈子悄悄松了口气，这一幕却没逃过杨子的眼睛。这种奇怪的表现让杨子越发怀疑，但他又不敢贸然报警，因为弟弟如果真的是潜逃的话，报警反而会害了弟弟。没办法，杨子只能去找私家侦探。隔天，忧心忡忡的加奈子再次来到保安室，却被告知杨子已经托关系查看了录像，并且在周六的录像中并没看到丈夫的身影。听完这话的加奈子瞬间瘫坐在了地上，她赶紧叫来直美商量对策，自己和所有人说丈夫是周六上午出的门，这下又该如何辩解自己的谎言了？聪明的直美灵光一闪，脑中想到了一个圆谎的对策。女人将丈夫深埋，弟弟彻底摆脱了家暴的命运，并将一切伪装成丈夫携款潜逃的样子。可丈夫的姐姐始终不肯相信，最终在一番努力之下，她终于查到了妻子说谎的证据。
归。密听后准备见招拆招，就说丈夫在外面有了外遇。其实丈夫最近总是夜不归宿，你是因为害怕说出此事有损丈夫形象，才撒谎说丈夫是在周六出的门。万幸的是，杨子的注意力全都集中在周六那天，并没有查看周五晚上的监控。加奈子刚才以个人隐私为由，让保安室不要再给杨子查看录像，只要再过2周，周五晚上的监控就会被清除。到时就算杨子再怎么怀疑，也无济于事了。也许是老天在怜悯加奈子，姐姐找的私人侦探经过分析，竟误打误撞的和加奈子准备的谎言完全吻合。他提出达浪的失踪很可能跟女人有关，也许是达浪受到了女人的蛊惑，才一时冲动携款潜逃。姐姐听后急忙去查看银行附近的录像，意外发现了弟弟身旁出现的直美，但殊不知监控下的这人根本就不是弟弟，而是跟弟弟一样长相的小。就这样，姐姐被完全带偏了方向，以为直美就是弟弟的出轨对象。而后她找到直美，拿出了那张监控照片，自以为聪明的发现了真相。直美心中暗自窃喜，也将计就计的承认了姐姐的话。下一秒，姐姐就非常肯定的说，弟弟已经回到了日本。直美听后一脸惊讶，原来是姐姐白天在调查的时候意外发现了弟弟，虽然跟丢了，但姐姐很肯定那人正是达浪。直美听后心中已是波涛汹涌，她深知达浪已经不会再出现了。那姐姐看到的人，难道是已经出国的小林吗？姐姐让直美说出达浪在哪，直美一时间不知该如何回答。幸好这时李社长出来解围，带走了直美。而另一边的加奈子瞪大了双眼，因为假冒丈夫身份出国的小明真的回来了。而至于原因，是因为他回国后始终忘不了加奈子，而这次他也拥有了自己的护照。他想回来跟加奈子表明心意，但加奈子的心里却只有惊慌。眼看加奈子没有答复，小林也没有死缠烂打，而是说自己明天再来。忧心忡忡的加奈子回到家，刚要和知美说起此事，却不料知美竟率先开口。他猜测小林已经回到了日本，当务之急是赶紧找到他，让他赶紧出国。而此时从未受过另一半关心的加奈子竟有些动摇。他回想起小林的告白，自己的心里似乎真有一丝渴望能与他一起生活。于是他试探性地问知美，女人好像杀红了眼，不仅帮朋友杀死丈夫，现在连丈夫的替身都想除掉。加奈子本想告诉他小林，你来掌握自己，可看着知美认真的样子到了，嘴边的话又咽了回去。隔天小林再次找到加奈子，看着人来人往的街道，加奈子的心已经提到了嗓子眼。如果被杨子看到的话，后果不堪设想。他只好去宾馆开了房间，然后请求小林回到中国，永远不要再踏足这片土地。小林不知道加奈子杀害达浪的事情，所以还没有意识到事情的严重。看着小林温柔善意的眼神，加奈子的心中再次犹豫。可知美这边却是急得火烧眉毛，他必须要在杨子找到小林之前，先将小林送出国。他托李社长打探到了小林的住所，但却始终找不到小林的踪迹。小林的同乡也像是在刻意的隐瞒，但如同催命般的姐姐却再次找到了他。他让直美说出达浪现在在哪，直美没办法，只好撒谎说达浪还因私吞欠款的愧疚，所以不想见你们。没办法的姐姐去找加奈子，现在她已经彻底打消了对加奈子的怀疑，甚至觉得加奈子是被弟弟抛弃的受害者。为了查到达浪的去向，他想去查一下周五的监控录像，但却得经得加奈子的同意。加奈子听后却显得有恃无恐，承诺自己会去跟保安室交手。原来距那次事情已经过去了3周，保安室的监控录像已经自动清除，这下两人唯一的犯罪证据也没有了。直美听后也松了口气，然后从袋子里拿出一块蛋糕。原来就算承受如此大的压力，直美还依旧记着加奈子的生日，为了帮加奈子脱离苦海，不惜自身安危的犯下重罪。想到这里的加奈子心中既感动又愧疚，因为到现在她依旧在对其隐瞒小林的事情。想到这里的加奈子心中下定决心，隔天再次来宾馆找到小林，将自己杀害丈夫达浪的事情说了出来。现在的她是个背负人命的杀人犯，所以她不能跟小林在一起，并且恳求小林即刻返回中国。但小林对加奈子的感情似乎超出了想象，他提议带着加奈子一起回到中国，这样的话就能摆脱这件事情。虽然心里很想跟小林一起远走高飞，可自己走了之美又该怎么办？他只能背过身去继续坚定自己的立场。小林虽然很不舍，但他也选择听从加奈子的安排，而后走过去从背后轻轻抱住了她。此时直美的身影竟出现在宾馆楼下，原来加奈子近期的表现让直美觉得有些异常。为了一探究竟，直美一路跟了过来，推开房门后正好看到两人抱在一起的画面。加奈子看着直美惊讶的表情，心中愧疚，一时间不知该如何解释。直美痛心疾首的离开，自己的付出竟换来加奈子的这般隐瞒，
他真替自己感到不值。也就在两人关系降到冰点的时候，杨子再次找到了知美。这次的她会说出真相吗？她豁出性命帮闺蜜干掉了家暴的丈夫，而闺蜜却全然不顾两人的安危，一心沉浸在男人的温柔乡里。不管加奈子如何解释，都无法抚平知美心中的委屈和愤怒。她也因此决定和加奈子彻底绝交。隔天一早，门铃声响起，她以为是加奈子过来道歉，可一开门竟看到杨子站在门口。杨子不顾劝阻，直接冲进屋内，看到没有弟弟达朗的身影，他也没再说别的，而是向直美要了杯水。直美转身给杨子倒水，但杨子喝也没喝就直接离开。直美被弄得一头雾水，却也想不通是为什么。而后小林竟给他打来电话，想要约他出来见面。两人来到约定地点后，小林表达了自己的歉意，是自己的贸然出现才将你们置于危险的境地，并且解释这一切都是自己的擅作主张，跟加奈子没有关系，所以他恳请直美能帮他订一张回国的机票。这次他一定会遵守诺言，永远不会再踏足这个国家。直美很希望小林能够想通，回家后第一时间就给他买了机票。将消息告诉小林后，直美心里的石头也终于落地，却全然没有注意到盆在叶子下面的奇怪装置。隔天，知美按约定时间来到机场，正四处寻找小林的时候，竟意外发现了杨子的身影。他似乎也在寻找着什么。看到正在候机的小林后，杨子激动不已地抱了上去，显然是把他当成了弟弟达朗。小林想起加奈子说过已经将达朗杀害的事情，觉得事情不对的他起身就躲，却不小心将护照掉在了地上。杨子意外发现护照上竟然是一个陌生的女子。小林拿过护照就跑。直美见状也赶紧躲了起来。敏锐的杨子终于想通了一切。与此同时，直美也跑回了家里。由于刚才机场的一幕，直美觉得肯定是杨子监听了她的电话。她仔细回想，终于想起了杨子昨天奇怪的举动。她赶紧跪在相同的地点翻找，果然发现了叶子底下的监听器。她愤怒地将其摔碎，自己千防万防，最后还是被杨子算计了。这小小的监听器注定是撕破谎言的最后一笔力。杨子那边也再次回到了侦探所，就算猜到了小林假扮达浪的事情，可他还是不知道达浪的去向。侦探提议去周五的监控录像里找线索。深夜，杨子和侦探再次来到监控室，原来是侦探通过技术手段将视频复原，而杨子也终于看到了真相。只见周五晚上，弟弟回到家，隔了2个小时就看到加奈子两人拖着箱子进了电梯。画面切到地库，两人将箱子放入车中带走。可等两人再次回来时，带走的箱子竟不见了踪影。此时的杨子也终于猜到了弟弟的结局。这个家暴男走进电梯后，从此就消失在了世界上，直到姐姐看到2个女人拖着的袋子，隐约猜到结果的她彻底崩溃了。平静下来的她找到加奈子，一字不差地将真相推了出来。可一向软弱的加奈子这次竟异常的坚决，就算为了直美的安全，她也要死扛到底。更何况就在昨天，加奈子竟意外查出了已经怀孕。就算孩子的爸爸如何恶劣，可尚未出世的孩子却是无辜的。她无法想象自己入狱后，婆婆将孩子教育成第2的达拉，所以她用力甩开了杨子的手。杨子愤怒地将她按在墙上，但她却异常平静。虽然达浪是你最亲的弟弟，可在我眼中，他只是一个整日对我家暴的恶魔。就算杨子再怎么崩溃，监控录像也不能成为证据。于是加奈子赶紧找到知妹。事到如今，两人也顾不得吵架，之前比的是计谋，现在比的是时间。现如今，只要杨子去警局报警，警方根据当晚2人开车的轨迹一路调查，找到丈夫尸体也只是时间问题。所以2人决定赶紧逃跑，只要能逃到国外，也许还有一线生机。收拾好行李后，2人决定直接赶赴机场。可不料刚走到街上，就被一辆警车拦住。原来正是杨子找来的警察。警察以协助调查为理由，将加奈子带走。到了警局后，在经验老道的刑警一番询问下，本就心虚的加奈子眼看就要招架不住。就在他要交代一切的时候，一位律师却突然找上了门。经过律师的一番处理，加奈子被保释了24小时。原来是知美拜托了神通广大的李社长，才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找到这名金牌律师。女人刚杀死了家暴的丈夫，转身就发现自己怀了孕。如今罪行已出现端倪，女人被带回警局协助调查。而此时的闺蜜再次神兵天降，找到神通广大的李社长，将女人暂时保释。尽管只有24个小时的自由，可李社长却丝毫不慌。此时李社长也知道了2人的罪行，可他没有鄙视，也没有责怪。只见他转身掏出2张机票，明天最早的航班飞上海。看着面前这个善良仗义的中国女人，2人一时不知该如何感谢。深情的拥抱过后，接下来就是最关键的时刻。隔天一早，2人就来到机场等待，竟然意外看到了杨子和侦探。看着侦探手中拿着的平板，
两人意识到已经被杨子跟踪，杨子此时也跟着屏幕上的位置不断的寻找，可红点却一直在不停移动。在兜了半天的圈子后，两人竟意外发现早就没了加奈子的身影，取而代之的竟然是小林。原来就在刚才，加奈子两人正不知所措的时候，小林突然赶来支援。原来自从上次从机场逃跑后，他一直躲在暗处跟踪杨子，同时也寻找着帮助两人的机会。说着，他就拿走了带有追踪的手机，将另一个机场的机票递了过去。然后他就不停地为二人拖延时间。等杨子发现被骗的时候，加奈子已经在去往另一个机场的路上。此时，警方也给杨子打去电话，告诉他已经找到了弟弟的尸体。虽然已经做好了心理准备，可听到这话的杨子还是无法承受。冷静下来后，他分析出加奈子两人的目的地应该是上海，而今天上午飞上海的航班只有2个机场，既然不在这里，那肯定就是去了羽田机场。他即刻将消息告诉警方，自己也和侦探往羽田赶去。此时的直美和加奈子已经顺利通过了安检，正一步步地向着自由走去。此时，杨子赶到，看着已经显示停止的航班，杨子痛苦地跪在了地上。他不甘心就这样让凶手逃之夭夭。就在他痛苦大哭的时候，警方大队人马也赶过来。到这影片就结束，导演留下了一个开放式的结尾。2个追求自由与友情的女人，最终能否逃出升天，相信每位观众的心中都会有自己的答案。